射程几百公里，弹头重达数百公斤。像飞毛腿、圆点以及伊斯坎德尔这类的战术导弹，尤其是像圆点这种导弹，命中精度仅有数十米。在远程制导火箭盛行的时代，这种射程与精度的导弹在战场上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今天火力军就来探讨一下，射程几百公里的战术弹道导弹在2024年还能否左右一场战争的胜利。短程弹道导弹射程一般处于100公里至1000公里之间，同时也被称为战术导弹，弹头重量可达到数百公斤。诚然，战术导弹射程近，误差也相对较大。由于是导弹，造价也比较高，在远程制导火箭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这类导弹在战场上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能否左右一场战局？在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初期，就曾向乌克兰境内发射了大量导弹。在2022年2月24日，俄军发动战争，从海陆空对乌克兰进行远程火力突击，对基辅、哈尔科夫以及第聂伯河等地区实施了精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指挥所、机场、军火库以及防空阵地等，目的是在短时间内迅速瘫痪乌军空军基地、海军基地以及其他重要军事设施。乌军至少有11处机场、3处指挥中心、18处防空阵地及雷达站遭到了猛烈袭击。而在乌克兰战场上，俄乌双方装备的最先进战术导弹分别是俄军的伊斯坎德尔 M 与乌军的 ATAC-MS， 这两个是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使用的最先进战术导弹。伊斯坎德尔 M 是俄军装备的短程公路机动弹道导弹系统，射程达到400余公里。最大特点是高机动性与高突防性，导弹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多次变轨，来躲避敌方的防空反导系统。导弹的飞行轨迹也不是传统的抛物线形式，而是采用了复杂的曲线模式，以增加敌方的预测难度。此外，伊斯坎德尔 M 的外形还能降低雷达发射截面积，提高隐身性能，可以携带多种弹头，包括常规弹头与核弹头。这种多任务能力使得伊斯坎德尔 M 可以用于不同的战术目的。伊斯坎德尔 M 采用机动卡车作为发射平台，每辆卡车可以携带2枚导弹，可以在4分钟内完成发射准备。发射平台还可以发射亚音速巡航导弹，从而形成一种导弹系统组合，增加敌方防御系统的压力。而乌军装备的最先进的战术导弹，则是美国援助的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对于乌克兰来说，面对空中力量更强的俄军，陆军战术导弹的到来可以极大缓解乌军在远程打击方面的劣势。ATAC-MS 导弹可以通过 M270 海马斯进行发射，凭借超远的射程为乌军提供打击克里米亚等俄军防线后方纵深目标的能力。长期以来，乌克兰官员一直宣称 ATAC-MS 的援助是阻止俄军入侵的关键部分。这款导弹最初设计于80年代，在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实战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乌克兰认为，这种地面发射的战术导弹将提供超越飞机发射巡航导弹的能力。ATAC-MS 的最大优势就是机动性能好，命中精度高。此外，海马斯之所以让俄军吃尽苦头，就是因为海马斯的灵活性与隐蔽性，从准备到发射只需要几分钟，打完就跑。而在装备 ATAC-MS 之后，凭借着300公里的射程，不仅增加俄军侦测范围，同时还能躲避俄军绝大多数远程武器或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就算俄空天军的战机第一时间起飞，恐怕也很难发现海马斯的踪迹。战术导弹的优点非常多，战斗部质量大，飞行速度快，末段攻击速度大，非常不容易拦截。由于战斗部的质量很大，所以在战场上几乎能对付任何目标。虽然有些年代久远的型号设计精度低，但在对付一些大型目标，比如指挥中心、后勤集结点、火车站以及其他高价值阵地方面，还是非常好用的。况且从数百公里以外将数百公斤的弹头以超音速的速度扔过来，除了导弹以外，
还真没有别的武器可以做大。也正因为战术导弹的优异性能，使其成为非常重要的武器，让许多国家或者地区都大量发展，尤其是那些空中力量不够强大的。对于战术导弹的发展，最积极的国家当属曾经的苏联，在50年代就开始大搞战术导弹系统，发展出 P-17战术导弹，北约代号飞毛腿，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战术导弹系统。仅苏联自己就生产了上万枚飞毛腿导弹，曾装备过这款导弹的国家也遍布全球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所发展的战术导弹，拿出来一看，十有八九与飞毛腿有着血缘关系。在飞毛腿之后，苏联又在70年代发展出原点战术导弹系统，早期版本射程70公里，改进版本射程120公里，射击精度也达到了15米，在当时来说性能相当不错。在原点之后，苏联又开发了 OTR-23 战术导弹，称得上80年代最先进的战术导弹系统。可惜的是，苏联与美国签署了中导条约，戈尔巴乔夫根据条约销毁了一批导弹，但是 OTR-23 的基础射程够不上条约，还是被戈尔巴乔夫销毁了。不过在苏联解体之后， OTR-23 还魂成功，并且改进了发射平台，一辆发射车可以搭载2枚导弹，理论上精度可以达到米级，也就是目前俄军主要使用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战术导弹在性能上已经获得了质的提升，早期的液体燃料也已经都改为了固体燃料，发射时间大幅缩短。因为使用了新的制导计划，在打击精度上也从几百米提升到几十米，甚至是几米的程度。以俄军伊斯坎德尔来距离，采用惯性制导时，在280公里的射程精度为30米，采用惯性制导与景象匹配制导时，射击精度可以达到2米。所以现代的战术导弹已经可以精确打击点目标了。想要消灭对方的战术导弹，同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战术导弹都具备良好的机动性，可以随时找个发射阵地，打完就跑。火力覆盖方面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不需要冒险突进敌方火力范围，同时也不需要出动昂贵的空中发射平台，只需要一辆轮式发射车就能对敌方大本营造成巨大威胁。同时，战术导弹的弹头也有各种选择，除了可以使用普通高爆弹以外，还能使用子母弹、云爆弹、生化武器以及核弹头等。对于战术导弹的重要性，就连空中力量非常强大的美国，在战术导弹的发展上也没有含糊过，先后发展出长矛系列、潘兴系列，以及美军现役的可通过 M270 海马斯发射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战术导弹精度不够怎么办？早期发展的导弹射程精度不够，比如早期的飞毛腿导弹采用的惯性制导系统非常落后，使用了节连式惯导概率补偿加射表修正的制导体制。射表修正需要人工计算，对控制系统要求不高，所以元器件结构简单，可靠性非常高。这也是为什么在苏联解体之后，有许多国家选择仿制改进飞毛腿的主要原因。但这种制导方式使得早期飞毛腿精度非常差，误差达到300米。既然导弹精度不够，那就朝着敌方的大城市发射就行了。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与伊拉克就是互相用导弹袭击对方的各大城市。仅仅在第2轮作战中，双方就发射了超500枚导弹。最终伊拉克胜出，伊朗宣布接受联合国决议，与伊拉克停火。说起来，在当时的战争中，两国死伤的士兵接近150万，其中伊朗达到了35万，依旧没有想停火的意思。但在西城战开始之后，两国遭遇导弹袭击的人数伤亡达到1000人，与150万相比，一个天一个地，但这却让伊朗坚持不下去了。伊拉克也没好到哪儿去了，因为西城战影响的不只是士兵，还有整个国家。这就是当年战术导弹存在的意义。即便伊朗早期占据优势，但由于伊拉克改进了导弹，使其射程提升，直接能对伊朗首都造成威胁。虽然伊拉克发射的导弹远远不如伊朗，但依旧对伊朗造成了巨大压力。如果当时有一个国家没有装备战术导弹，势必会输掉整个战争，连坐上谈判桌的资格都没有。现代战争从来不是一款武器制霸战场，仅仅依靠战术导弹想要完全左右一场战争，
在火力军看来还是有些难的。乌军无法凭借 ATACMS 战胜俄军，俄军也无法凭借伊斯坎德尔 M 让泽连斯基缴械投降。从海湾战争之后，战争形态就已经升级为体系作战。战斗开始前的电子战、信息战、防空战、制空战以及对地打击战等等，这些还是一场战事开始前的开胃菜。等这些种类繁多的战斗打得差不多了，双方地面部队的大规模战斗才开始拉开阵势进行对战。比如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现代军队必须具备全维度作战的能力，并且可以联合运用各种不同的力量。北约将其称之为多领域作战。一场完美执行的多领域作战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主战坦克营在前进，步兵战车中的装甲掷弹兵在其两翼追歼敌方步兵，野战防空火力保护战车不受空中威胁，远程炮兵与战术导弹则是在大后方打击敌方前沿阵地，为进攻部队打开进攻的道路。同时还有电子干扰部队。在这种作战形态下，单一武器的优势会变得很小。所以火力军认为，在战争中没有所谓的神奇武器，更重要的还是作战体系的对抗。而各种各样的武器则是发挥作战体系的必备装备。仅仅依靠战术导弹虽然可以带来一定的优势，但并不足以左右战局的发展。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你们觉得战术导弹能为战争带来多少优势？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